欧洲6大语言的权力游戏，您以为您在学语言，其实您在学一部征服史。观众朋友们，你们是否好奇过，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我的母语是什么？我的母语是英语和中文，但我非常喜欢的第二外语是我一直在认真学习的法语。为什么是法语？从我小时候第一次去了巴黎，法国的文化、艺术、浪漫与自由的气息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每次闻到巴黎面包店飘出的香味，听到法语优雅的韵律，就仿佛走在塞纳河畔，坐进了左岸的咖啡馆里。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门浪漫的法语，在100多年前，其实只有不到12%的法国人会说，而意大利语在意大利统一时，更是仅只有2.5%的人能讲。一门语言到底是如何从乡野土话变成国家灵魂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揭开欧洲6大语言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背后那段铁鱼血的铸造史。这不仅是语言的故事，更是战争、权力、革命和文化的一部征服史。第一站，一棵树，一个根，所有欧洲语言的共同祖先。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大约5-6千年前。语言学家推测，在黑海以北的欧亚草原上，生活着一群游牧民族。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我们称之为原始印欧语。他们没有文字，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记录，但他们留下了后代。随着人群的迁徙和扩张，原始印欧语分化出了不同的分支：希腊语族、斯拉夫语族、意大利语族，后来的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凯尔特语族。我们的故事就从其中3个最重要的分支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开始讲起。有趣的是，尽管这些语言早已分道扬镳，我们仍然能从日常词汇中看到它们共同的基因。比如 father 英语 fata， 德语 pair， 法语 padre， 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俄语的 ates， 它们都源自原始印欧语的词根 char。 再比如数字2 two three do do dos do， 听起来各不相同，但仔细听您会发现它们藏着一条隐秘的声音链条。第二站，罗马帝国瓦解后，拉丁语碎了一地，罗曼语族的诞生。我们今天熟悉的大多数欧洲语言，其实与古代的罗马帝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整个帝国从英国一直延伸到北非和中东，而它的通用语言拉丁语就像今天的英语一样，被不同地区的人以不同的口音和简化方式使用着。罗马人说的拉丁语其实有上层和底层之分，贵族和文人使用的是规范的古典拉丁语，是法律、文学和官方文件的用语，而士兵、商贩、农夫、仆人在日常生活里说的是通俗拉丁语，语法简化了，词汇更随意，地区口音也更重。结果就是，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各地的通俗拉丁语失去了中央政权的规范和统一，像一池水被切成了好几个水洼一样，各自走向了独立的演化道路。帝国瓦解后，政治版图4分5裂，各地的通俗拉丁语方言彼此失去了接触和交流，开始了各自的独立发展。公元813年，查理曼大帝在图尔召开教会会议，正式要求神职人员使用地方语言而不是标准拉丁语布道，这是官方第一次承认方言的存在，标志着罗曼语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9世纪，这些独立的方言已经演变出了各自鲜明的特点。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罗曼语文献之一是842年的斯特拉斯堡誓言，秃头查理和日耳曼路亦用当时高卢地区的通俗拉丁语，也就是古法语的雏形，写下了政治盟约。这是罗曼语言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书面语言被记录下来。意大利地处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拉丁语的根基最深，变化最小。如今的意大利语保留了拉丁语中最多的元音结构和词汇原貌，发音清晰，语法规则相对规整。而且现代意大利语的形成与文学巨匠但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神曲》是用佛罗伦萨方言写成的。随着这部作品的影响力传遍整个意大利半岛，佛罗伦萨方言逐渐成为意大利语的标准基础。西班牙语则走了另一条路。伊比利亚半岛在罗马化之后，又经历了西哥特人和摩尔人的统治。阿拉伯语对西班牙语的影响特别显著，超过4000个西班牙语词汇都源自阿拉伯语，比如 Alfombra 地毯、Almohada 枕头、Ohala 但愿，它们的前缀 al 就是阿拉伯语的痕迹。但当摩尔人被逐出半岛后，卡斯提尔方言作为西班牙语的标准基础确立下来，并随着殖民扩张传播到了拉丁美洲。法语是所有罗曼语里变数最大的那个。高卢地区在被罗马征服之前住的是凯尔特人，
他们的发音习惯影响了后期拉丁语的演变。后来的法兰克日耳曼部落又征服了高卢，带来了日耳曼语的语音特点。法语因此经历了剧烈的音变，大量尾辅音不再发音，产生了复杂的鼻化元音，语法上也比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更偏离拉丁语的原始形态。打个比方，如果拉丁语是爷爷，西班牙语就是那个比较听话、老老实实发每个音的长子，意大利语是那个最像爷爷的小儿子，法语则是那个受各种邻居影响，口音变得最不像爷爷的叛逆兄弟。第三站，日耳曼语族斯堪的纳维亚走出来的硬汉。现在我们转向另一种不同的欧洲语言家族——日耳曼语族。他们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来随着日耳曼部落的迁徙，扩散到了北欧、西欧和中欧。日耳曼语族最古老的一个特征是格林定律。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发现了日耳曼语言和其他印欧语言之间一套规律性的辅音对应关系。简单来说，原始印欧语中的一些 p、t、k 音，在日耳曼语中变成了 f、th、h。比如拉丁语的 pater 和英语的 father，p 变成了 f。再比如拉丁语的 trace 和英语的 free，t 变成了 th。这个规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语言的变化不是乱变的，而是有严格的物理学法则在背后运作。日耳曼语族又分为3大支，北日耳曼语支包括了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和冰岛语，他们是维京人的遗产，以消亡的东日耳曼语支以哥特语为代表。而我们的主角西日耳曼语支包括了德语、荷兰语、英语以及弗里西语，是日耳曼语族中规模最大的一支。德语在历史上有过一次重大的语音分叉，叫做高地德语辅音移位。大约在公元6世纪前后，德国南部高地的德语发生了一次剧烈的语音变化，原本读 p、t、k 的音变成了 pf、ts、kch 等，而德国北部低地没有经历这次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英语的 apple 对应德语的 apfel， 英语的 make 对应德语的 maken。 高地德语把原先清亮的辅音变成了复杂的爆破摩擦音。这次变化使得德语在日耳曼语族中显得格外硬朗，也造就了德语那种独特的铿锵感。而英语的诞生要从公元5世纪说起。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欧洲大陆渡海来到不列颠，他们带去的西日耳曼方言就是古英语的起点，那是一种高度曲折的语言，名词有格，动词有复杂变位，和今天的德语很像。贝奥武夫的开篇就写着 Wait We Gardena in Girdegum， 今天的英语读者根本看不懂。第4站，语言的基因重组，诺曼征服与英语的混血。古英语在英格兰独自演化了600年，然后一场彻底改变英语命运的事件发生了1066年的诺曼征服。诺曼底公爵威廉跨过英吉利海峡，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击败了英王哈罗德，加冕为英格兰国王。此后长达300年的时间里，英格兰的宫廷和贵族说的都是诺曼法语，教会和学术界用的是拉丁语，而普通百姓占了人口 90%， 依然说着英语。法语的独尊地位持续了333年，牛津和剑桥大学一度禁止使用英语。这是一场经典的双层语言格局，统治阶层的语言是法语，被统治阶层的语言是英语。接下来，这2种语言发生了一场漫长的融合反应。法语为英语注入了海量的新词汇，特别是政府、法律、军事、时尚和美食领域的词汇，比如 government 政府、parliament 议会、justice 司法都是从法语来的。有个特别生动的例子，英语里活着的猪叫 pig， 英语本族词，端上餐桌的猪肉却叫 pork， 源自法语 pork。 活着的是 cow， 英语本族词，吃的是 beef， 源自法语 buff。 因为宰杀动物的农夫说英语，而在餐桌上享用肉食的贵族说法语。这场语言基因重组的后果是，现代英语的词汇来源呈现出一个大致的3层结构，大约3成来自古英语，核心词汇如基本动词、冠词、介词，约4成来自法语，另外2成来自拉丁语，剩下的则是古北欧语及其他语言的贡献。换句话说，英语从纯粹的日耳曼语言变成了一个日耳曼骨架加罗曼词库的混血儿。如果您好奇这种混血的结果，可以对比一下古英语和中期英语的区别。贝奥武夫的古英语开篇对现代人完全无法理解，而200年后，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写下的中期英语虽然古旧，但已经依稀能辨认出一些熟悉的影子。经过300年的融合，到14世纪，英语终于重新夺回了它作为英格兰主流语言的地位。1368年，英国国会将英语定为法庭的法定语言，法语的独尊时代就此终结。莎士比亚的语言密码，
他用的是现代英语。您知道吗？很多人以为莎士比亚用的是古英语，但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莎士比亚活跃于1564年至1616年，正值中国明朝晚期，汉语书面语是文言文，于是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莎士比亚写作时用的是古英语，但实际上莎士比亚是用早期现代英语写作的。现代英语读者可以读懂钦定版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比这更早的《亚瑟之死》就相当难懂了。莎士比亚的语言到底有什么特别？他的剧本有70%是用不押韵的素体诗写成的，每行10个音节，一轻一重为1个音部，每行5个音部，行与行之间不押韵，在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诗体。莎士比亚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他写出了伟大的戏剧，更因为他身处英语从粗鄙方言向成熟文学语言转型的关键时期。当时的英语正在与拉丁语和法语争夺话语权，而莎士比亚用他的作品证明了英语完全可以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最复杂的情感、最崇高的诗意。他不是一个被动的记录者，而是一个主动的创造者。据统计，他创造了超过1700个新词汇和短语，其中很多至今仍在使用。一个剧作家用他手中的笔，直接参与了英语这场语言的战争。诺曼征服后，亨利4世是第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国王，1399年登基。在他之前，所有英国国王的第一语言都是法语。据说亨利4世加冕时用英语发表演讲，在场的贵族们报以震惊的沉默，他们已经不习惯用平民的语言聆听王命了。第5站，法语的逆袭，从巴黎小方言到共和国的唯一语言。现在，我们终于要深入回答开头那个令我着迷的问题：法语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法语的？您可能无法相信，一直到18世纪末，今天被视为法兰西灵魂的法语，其实只是一种巴黎小方言。当时法国各地通行的是五花八门的地方语言，布列塔尼语、凯尔特语系和威尔士语是亲戚，巴斯克语、孤立语言和任何语言都没有已知亲缘关系。阿尔萨斯语、德语方言、佛兰芒语、普罗旺斯语、奥克语、科西嘉语、意大利语方言，法国本质上是一个语言大杂烩。谁是第一个用法语写官方文件的君主？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签署了维莱科特雷法令，规定法国所有法院、公证、行政文件必须使用法语，当时指巴黎地区的法兰西语，而不是拉丁语。这标志着法语第一次成为国家的官方行政语言。然而，这仅仅是纸面上的法令，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法国人依旧对法语一窍不通。1794年，一位名叫亨利·格雷瓜尔的革命教士完成了一份震惊国民公会的语言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全国83个省份中，只有大约15个省份只说法语，全法国有近30种不同的土话，而真正能够流利使用法语的国民只有约300万人，仅占总人口2500万的12%。如果算上能勉强交流的人口，最多也不过600万人。绝大多数农民、工匠、妇女和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说的根本不是法语，而是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阿尔萨斯语或各种奥克方言。1794年1月，革命领导人巴雷尔在国民公会上说了一段现在看来既恐怖又真实的话：联邦主义和迷信说下布列塔尼语，移民和仇恨共和国说德语，反革命说意大利语，狂热说巴斯克语。毁灭这些错误和堕落的方言吧。他甚至直接提议，在学校里要惩罚任何说布列塔尼语的儿童。在革命者眼中，方言不是文化遗产，而是反革命和愚昧的载体，因为保皇派教士确实经常用方言对抗革命。格雷瓜尔的报告标题本身就毫不掩饰他的目的，关于消灭土话的必要性及手段与普及和使用法语的报告。这个标题没有任何学术修辞，字字都是政治宣言。报告声称，法国各地存留着30多种互不相通的方言，传播封建思想，阻碍革命思想的传播，因此需要立即消灭方言，普及法语。此后整整1个世纪，共和国的语言政策一直延续着这个基调，法语是共和国唯一的语言，方言是必须被消灭的敌人。1794年，国民公会通过法令，法国所有法律文件、官方文件、出生、婚姻、死亡证书都只使用法语，地方语言被彻底排除在官方领域之外。然而，仅有法令还远远不够。尽管政府3令5申，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法国人仍然在说地方语言。1840年代，标准法语竟然是以第二外语的形式来教授的。真正的法语征服发生在第3共和国时期，1870至1940。
这一时期的法国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铲除地方语言，必须在儿童身上下功夫。小学教育被设计成了一种民族熔炉，课堂上只允许说法语，任何说方言的儿童都会遭到羞辱和体罚，佩戴耻辱牌、罚站、打手心等。教育部长朱尔·费里的名言是：“让我们把法国还给法语。”1853年，法国学校正式禁止教授方言。到了1880年代，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大部分法国孩子终于学到了标准法语，这在当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地方语言逐渐从公共生活退缩到家庭的角落，最终从儿童的脑海中消失。雨果与法语的文学力量，一个作家的语言武器。回到这门深深吸引着我的语言——法语。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维克多·雨果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93年至今在世界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一生创作极为丰厚，仅长篇小说93年的稿费就高达7万法郎。但雨果的重要意义不只是文学，他通过自己的创作，亲手为法语这种正在被国家推向全国的标准语言注入最深厚的文化底气。没有伟大的文学，就没有伟大的语言。他不仅仅是用法语写作，他还为保护作家的权利而战斗。在各国作家饱受盗版之苦的背景下，雨果积极倡导国际著作权保护，亲自主持了1878年巴黎国际文学大会，并发表了建立国际著作权制度的主旨演讲，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在他的推动下，1886年，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缔结，初始版本语言为法语。雨果也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他以一己之力向全世界宣告，法语的文字需要被保护，法语的文学值得被尊重。布列塔尼语的遭遇最为惨烈。布列塔尼是凯尔特文明在欧洲大陆的最后据点，也是法国本土唯一属于凯尔特语系的地区。1806年，超过100万布列塔尼人以布列塔尼语为母语，占当地人口80%以上。到20世纪初，这个比例急剧下降到不足50%。如今，只有约20万布列塔尼人还能流利使用这种古老的语言。从80%人到1%人，这就是一场被合法化的文化清洗。法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罗兰之歌》，约1100年是用古法语写成的史诗，歌颂查理曼大帝的骑士罗兰。这部作品证明了法语在很早就有了卓越的文学传统。拿破仑法典1804年则是最早以法语而非拉丁语颁布的欧洲大陆法典之一，它奠定了现代民法的基础，也标志着法语正式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语言之一。至此，经过近1个世纪的系统性清洗，法语终于从巴黎方言跃升为法国唯一合法的国家语言。法国是欧洲最早实现语言标准化和单一化的国家，但这个过程付出的代价也同样沉重。数十种古老的欧洲地方语言被永久打入了濒危语言的深渊。直到1992年，法国才在宪法中正式写入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这一条款，而这距离格雷瓜尔的报告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第6站，意大利语的从零开始统一时，只有 2.5% 的人会说意大利语。如果说法国是花了几百年才把一种方言强加给全国，那么意大利的情况更极端。当这个国家于1861年正式统一时，所谓的意大利语只存在于文学书本和精英的纸面上。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图利奥·德·毛罗的研究显示，1861年意大利统一时，能够说标准意大利语的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2.5%。更令人震惊的是，甚至连新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和意大利第1任首相卡米洛·加夫尔伯爵都不太会说意大利语，他们日常交流更习惯用法语或皮埃蒙特方言。学者们估计，能说标准意大利语的人口上限也不超过 12%， 绝大多数意大利人只会说自己所在地区的方言，而且这些方言天差地别，西西里人听不懂皮埃蒙特话，威尼斯人也听不懂卡拉布里亚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意大利半岛在统一之前已经分裂了超过1300年，从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到意大利统一1861年，这片土地先后被东哥特人、伦巴第人、拜占庭人、法兰克人、诺曼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教皇国轮流统治。在此期间，没有一个中央政权能够强制推行统一语言。意大利的文学巨匠们是用什么语言写作的？但丁的《神曲》约1320年是用佛罗伦萨方言写成的，他故意不用拉丁语，而是选择了俗语。他的这一决定具有划时代意义，他证明了地方语言完全可以表达崇高、
深刻的内容。比特拉克的14行诗，薄伽丘的十日谈同样使用佛罗伦萨方言，这3位文学三杰共同奠定了现代意大利语的基础。然而，在接下来的500年里，意大利语只停留在纸面上，它被知识分子和贵族阅读，却几乎不被普通人说出。第一部完全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法律文书是什么？事实上，在意大利统一之前，各个邦国使用不同的语言。撒丁王国统一的主导者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意大利语混杂，教皇国使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方言，两西西里王国使用那不勒斯方言和西班牙语。统一后，新政府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构建一个全国通用的语言？著名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约婚夫妇的作者，被任命为意大利语言统一委员会主席。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主张：新的国家语言不应该以古老的文学意大利语为范本，而应该以当时佛罗伦萨资产阶级日常使用的活的语言——当代佛罗伦萨方言作为标准。曼佐尼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关键就在于巴黎方言成为了全国通用语。他的这一主张最终被意大利政府正式采纳。有了标准，但如何传播？意大利政府采取了一套组合拳。第一是义务教育，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务教育，强制所有儿童学习标准意大利语。文盲率从1871年的 75% 迅速下降。第二是强制兵役，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被编入同一支部队，军官操着标准意大利语发号施令。这些士兵回到家乡后，把标准语词汇带回了方言区。第三是铁路网，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来自不同地区，为了协同工作，他们必须使用标准意大利语。第四是广播和后来的电视，尤其是黑白电视机时代，全国观众每天坐在屏幕前，听同一个播音员用标准的佛罗伦萨口音播报新闻，这是比任何学校都更强大的语言同化机器。意大利统一后，一位皮埃蒙特军官被派往西西里岛维持秩序，他试图用标准意大利语命令当地居民，结果发现没有一个西西里人听得懂，他只好掏出纸笔，用意大利语写下命令。那位西西里人看了半天，说：“先生，我不识字。”这位军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征服了意大利，但还没有征服意大利的语言。”到了1951年，全国能说标准意大利语的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 87%。意大利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完成了法国用了200年的语言统一工程。第7站，西班牙语从卡斯蒂利亚方言到大洋彼岸的帝国之音。1492年是西班牙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年初，格拉纳达投降，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近80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一个统一的天主教王国西班牙正式诞生。几乎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女王资助的哥伦布踏上了远航新大陆的旅程。而就在同一年，一位学者完成的另一件事，对西班牙语来说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492年，安东尼奥·德内弗里哈发表了《卡斯蒂利亚语法》，这是欧洲第一部以方言而非古典语言为对象的语法书。这一举动在当时极具革命性，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只有拉丁语才被认为值得被编写成语法书，其他口语方言被认为粗鄙低下。内弗里哈用这部语法书宣布，卡斯蒂利亚语完全有能力像拉丁语一样精确、严谨和高贵。据说伊莎贝拉女王本人曾对内弗里哈说：“您的著作将让我们的语言传遍世界。”这句话在当时看来不过是客套，然而历史证明了他预言的精准。西班牙语在成为官方语言之前，有多少人说？在1492年，卡斯蒂利亚语只是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一个王国的方言。当时半岛上还通行着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巴斯克语、阿拉贡语、莱昂语等。能说卡斯蒂利亚语的人口大约在100万左右，不到半岛总人口的1/4。然而，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完成和殖民帝国的建立，卡斯蒂利亚语被强加为整个西班牙帝国的行政语言。西班牙文学的2大基石，《西德之歌》约1200年是卡斯蒂利亚语最古老的史诗，歌颂民族英雄西德；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605年则被公认为现代欧洲小说的开端，也是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峰。有趣的是，塞万提斯在书中经常讽刺那些盲目模仿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矫揉造作的文风，他坚持用最质朴的卡斯蒂利亚语写作。然而，西班牙帝国从未像法国那样公开宣称要消灭所有方言，因为西班牙境内本身就有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加利西亚语等强势地区语言。真正的压制发生在20世纪。
1939年，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获胜，开启了长达36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他奉行极端民族主义，对内展开了一场针对地方语言的残酷战争。在佛朗哥的官方叙事中，西班牙是一个统一、伟大且自由的国家。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被视作分裂主义者的武器。他的政策极其严酷，学校中禁止使用和教授任何非卡斯蒂利亚语的地方语言，公共场所讲加泰罗尼亚语或巴斯克语会被关押，所有地方语言的书籍被查禁、焚毁。加泰罗尼亚本地的教师被强制调往外地，取而代之的是说卡斯蒂利亚语的自己人。佛朗哥政权甚至系统性地改变了地方的人口结构，大量安达卢西亚等南部贫困地区的农民被安置到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使整个地区的人口构成卡斯蒂利亚化。在佛朗哥时代，一个加泰罗尼亚父亲教儿子说加泰罗尼亚语，儿子在学校用加泰罗尼亚语和同学玩耍，被老师听见。第二天，父亲的工资被扣了一半，理由是他危害国家统一。这位父亲后来偷偷把加泰罗尼亚语单词藏在家具的抽屉夹层里，像革命者藏传单一样。佛朗哥去世后，这些抽屉里的语言又回到了阳光下。直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向民主过渡，宪法才承认了西班牙境内多种官方语言并存的现实。然而，半个世纪的压制对地方语言造成的伤痕至今尚未完全愈合。第8站，德语的统一，超区域书面语的诞生。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不同，德国的情况更加独特，它是一个先有语言后有国家的典型。在1871年普鲁士完成德意志统一之前，德意志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由300多个邦国、骑士领地和自由城市拼凑而成的碎片化版图。在这样的格局中，各地语言差异极大，尤其是南北分异。南方说的是高地德语，北方说的是低地德语，两者差异大到许多低地德语区的人完全听不懂高地德语。德语文学最早的纪念碑《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约830年，是用古高地德语写成的英雄史诗残篇，是日耳曼语族最古老的诗歌之一。尼伯龙根之歌约1200年，则是用中古高地德语写成的民族史诗，被誉为德国的《伊利亚特》。然而，这些作品都是用各自的地方方言写成的，距离统一德语还有数百年。语言的统一，首先要归功于16世纪一位神学家马丁·路德。1522年至1534年，马丁·路德在瓦尔特城堡避难的10个月里，将圣经从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翻译成德语。路德不是抄写一种现成的方言，而是用一种混合方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书面语。他以当时最通行的早期新高地德语为基础，精心从东部上德语和东中部德语方言中选取词汇和语法形式，形成了一种既易于理解又能被各地区接受的书面标准语。路德的语言不是任何一种纯粹的地方话，而是一种人造语言，但他用这种语言写出的圣经成了全德意志的共同文化财产。在识字率极低的16世纪，教堂的布道和家庭的信徒阅读是普通人接触文字的主要途径。当德累斯顿的教区居民读着与科隆几乎相同的圣经篇章，当汉堡的信徒唱诵着和维也纳别无二致的赞美诗，一种超越地域方言隔阂的超区域书面语便在整个德语世界播下了种子。第一部重要的德语法律文书《萨克森明镜》约1220年，是中世纪德意志地区最重要的习惯法汇编，但它使用中低地德语仅适用于北部地区。直到16世纪，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仍然主要使用拉丁语。直到1495年，帝国最高法院才正式允许使用德语进行诉讼。歌德与德语的文学巅峰，一个民族的国宝级语言家。路德为德语创立了书面标准，但德语要真正变得优雅和丰富，还需要另一位巨匠来重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歌德是德意志文学中最伟大的名字，他的创作涵盖了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和科学著作。他用德语写了《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不朽名作。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于1774年，一经问世就风靡整个欧洲。这本书触动了当时年轻人的普遍苦闷、无法实现的爱情与社会现实的无尽冲突，个体与体制之间的格格不入。据说连拿破仑本人都在远征途中随身携带这本书，读了不下7遍。拿破仑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也是一个对欧洲文化了如指掌的人。他会如此痴迷一本德语小说，恰恰证明了歌德的力量。他不只是一个德国作家，他是全欧洲的文化明星，而他用德语写下的文字
让整个文明世界都必须正视这门语言。歌德与席勒的友谊也是德语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一页。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这门正在成型的标准语言中互相切磋、激励、批评，共同塑造了德语的精神底色。歌德通过他宏大的创作，展示了德语可以有多么细腻、深刻、宏大和优美。当歌德用德语写下"您若要喜爱您自己的价值，您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这样的句子时，他在告诉整个欧洲，德语不仅是一种沟通工具，更是一种承载哲思和诗意的语言。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时，曾因为一个词的译法专门去莱比锡的肉市场调研，他想知道当地老百姓怎么说内脏这个词。路德说，我不问拉丁语和希腊语，而是问家里母亲、街上孩子、市场上普通人的嘴。这本老百姓的圣经最终卖出了10万册，在16世纪，这是一个天文数字。通过这本书，路德不仅改革了宗教，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德语。然而，书面语的统一远远不等于口语的统一。直到1800年，标准德语还几乎只是一种书面语言。对于绝大多数北方说低地德语的人来说，学习标准德语的口音就像在学习一门外语。尽管如此，标准德语作为一种通用的书面沟通工具已经牢固确立。当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由普鲁士主导的义务教育体系把标准德语作为唯一合法的教学语言铺遍了全国的课桌。新型铁路交通和军事动员则强制不同方言区的人们进行交流。经过1个多世纪的政策推行，低地德语在德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被标准德语取代。而南部巴登、福腾堡地区等地的口音反而被当作最正确的标准德语口音推广到了全德国。第9站，俄语从基辅罗斯到帝国的斯拉夫统一语。最后，我们来到欧洲东部的巨人俄语。俄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斯拉夫语族，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捷克语等是近亲。它的故事既不同于法国的方言歼灭，也不同于德国的先书面后口语，而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东正教、帝国扩张和苏联强制推广的综合大戏。俄语的起源从古东斯拉夫语到罗斯受洗。斯拉夫人的语言最早也是原始印欧语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6世纪，斯拉夫部落大规模迁徙，分成了西、南、东3支。东斯拉夫人就是今天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人的祖先。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史称罗斯受洗。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宗教信仰，还有教会斯拉夫语，一种由希腊传教士希里尔和美多德创制的基于南斯拉夫方言的书面语言。教会斯拉夫语成为罗斯地区宗教、文学和法律的唯一书面语言。古东斯拉夫语则作为口头语言在各公国通行。这种情况类似于西欧的拉丁语与方言关系，上层用教会斯拉夫语，百姓说地方土话。蒙古统治与莫斯科的崛起。13世纪，蒙古金帐汗国征服了罗斯地区。此后200多年，东斯拉夫各公国沦为蒙古附庸。有趣的是，蒙古统治并未消灭俄语，反而促使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东北罗斯逐渐统一。莫斯科的统治者们利用教会斯拉夫语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同时又在行政和军事事务中使用口语化的古东斯拉夫语。到15世纪末，伊凡3世统一了东北罗斯，自称全罗斯君主。俄语的书面形式开始从教会斯拉夫语和口语的混合物中缓慢成型。俄语在成为官方语言之前，有多少人说？与西欧不同，俄语从来没有一个只有少数人讲官方语言的时期，因为整个沙皇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杂居的帝国。1700年，俄语作为俄罗斯族的母语，大约有900万至1000万使用者，占帝国总人口约30%左右。帝国境内还有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芬兰语、德语、鞑靼语等数十种语言。统治阶级、沙皇、贵族、官僚长期以教会斯拉夫语和法语为上层交际语。副18世纪，俄国贵族甚至以说法语为荣。亚历山大·普希金在童年时期的第一语言就是法语，后来才被祖母教会俄语。彼得大帝与罗曼诺索夫打造新俄语。18世纪是俄语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改革，大量引入荷兰语、德语、法语的航海、军事、行政术语。此前，俄语的书写体是繁复的教会斯拉夫字体。彼得大帝在1708年至1710年间推行了民用字体，简化了字母形状，使之更接近拉丁字母的简洁风格，并规定所有非宗教书籍必须使用新字体，这是俄语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步。
真正为俄语奠定语法和文学理论基础的是科学家和诗人米哈伊尔·罗曼诺索夫。他在1755年出版了《俄语语法》，是第一本科学的俄语语法书。罗曼诺索夫还将词汇分为高级教会斯拉夫语言、中级通用俄语和低级口语俚语三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语体指导。他的名言是：俄语拥有西班牙语的庄严、法语的活力、德语的刚强和意大利语的温柔。虽然有些夸张，但奠定了俄语作为欧洲主要语言的自信。普希金，俄语的莎士比亚与歌德合体。如果说意大利有但丁，法国有雨果，德国有歌德，英国有莎士比亚，那么俄罗斯的文学之神就是亚历山大·普希金。普希金生于贵族家庭，童年时法语说的比俄语流利，但他在成长过程中有意识地从保姆那里学习俄罗斯民间语言，从历史中挖掘民族传统。他用俄语写出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历史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长诗《青铜骑士》等旷世名作。普希金之前，俄语被欧洲视为粗野的农夫语言，俄国上层人士写诗作文宁可用法语。普希金以一人之力证明了俄语可以表达最细腻的情感、最磅礴的史诗、最辛辣的讽刺。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普希金之前，俄国没有文学。他的语言风格融合了教会斯拉夫语的庄严、民间口语的生动、西欧词汇的精确，创造了现代俄语文学的标准模式。此后，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大师都是在普希金开辟的道路上前行。沙皇俄国的语言政策，俄罗斯化。19世纪，沙皇俄国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强制在波兰、芬兰、波罗的海、高加索、中亚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俄语为官方行政语言，压制乌克兰语、波兰语等。但是，这些政策远不如法国的消灭方言那样极端，因为俄国幅员太大，行政能力不足，很多偏远地区实际上保留了自己的语言。1863年波兰起义后，俄国对波兰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的压制一度非常严厉，但始终未能彻底消灭。苏联时期，从语言发展到俄语霸凌。1917年10月革命后，苏联初期实行民族自觉和语言平等，为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书面语，推广识字教育。但是到了1930年代，斯大林重新推行俄语优先政策。1938年，俄语成为全苏学校必修科目。1958年，苏联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可以自愿选择教学语言，但俄语仍为必修。真正的大规模俄语化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 （1964 至1982）。苏联政府将俄语称为第二母语，强制所有非俄语民族学习。在公开场合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会受到歧视。许多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家庭的子女进入学校后被迫放弃母语，转而使用俄语。根据苏联1989年人口普查，全苏有超过 2.5 亿人自称流利俄语，其中非俄罗斯族超过1亿。然而，这种强制同化也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苏联解体后，俄语的收缩与回潮。1991年苏联解体后，前加盟共和国纷纷推行去俄语化，确立本国语言为唯一官方语言，限制俄语使用。例如，乌克兰在1990年代将乌克兰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俄语在学校中迅速减少。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重新加强境外俄语推广。如今，俄语仍是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之一，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官方语言，在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有广泛使用。普希金有一个黑人曾祖父阿布拉姆·汉尼拔，被彼得大帝收养并送往法国留学。汉尼拔后来成为俄军将领。普希金在《彼得大帝的黑摩尔》中描写了这段传奇身世。一个用法语思考、用俄语写作、有黑人血统的诗人，成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学之父。这本身就说明了，语言比血统更能凝聚一个民族。俄语的独特字母西里尔字母的传说。俄语使用西里尔字母，它源于9世纪拜占庭传教士圣西里尔和美多德为翻译圣经而创造的格拉戈里字母，后来在保加利亚演变为西里尔字母。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说，西里尔字母有43个，每个字母都对应着希腊字母或斯拉夫特有音位。俄语西里尔字母经过彼得大帝简化后，成为今天使用的33个字母。值得一提的是，与拉丁字母相比，西里尔字母的辅音具有一种粗犷而独特的听感，这也使得俄语听起来比罗曼语更硬朗。终点站，一张血与火与铁铸成的网。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法语、德语、
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是如何分化形成的？它们又是如何从边缘方言变成国家语言的？它们从同一个源头原始印欧语出发，在数千年的人群迁徙和帝国兴衰中，分化成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3大分支。然后，在特定的历史时刻，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一种原本边缘的方言被选中，通过战争、法律、教育、铁路和屏幕，被国家机器强行推向了全国。法语、巴黎方言的逆袭，从12%的覆盖率，经过弗朗索瓦一世的法令、大革命的恐怖、第三共和国的小学教师消灭了布列塔尼语等数十种方言，成为法国唯一的语言。他的武器是维莱科特雷法令、拿破仑法典和朱尔费里的学校。雨果用他的文学作品和国际影响力，向全世界宣告了法语的价值和尊严。意大利语、佛罗伦萨方言的加冕，从2.5%的普及率，通过曼佐尼的语言委员会、义务兵役和电视播音员，1代人之内统一了半岛。但丁的《神曲》是他的精神旗帜。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的远征，通过1492年的语法书和殖民扩张走向世界，又在佛朗哥的铁腕下碾压了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西德之歌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他的文学丰碑。德语、路德人造书面语的普及，用一种混合方言创造了共同的书面文化，再用普鲁士的军队和学校把它塞进了北方人的嘴里。尼伯龙根之歌和路德圣经是他的灵魂，而歌德则用他的天才创作为德语文学戴上了桂冠。英语、混血基因与殖民扩张的无心插柳，从盎格鲁撒克逊的日耳曼底子吸收北欧语、法语和拉丁语，最后搭上大英帝国和美国的顺风车，成了全球通用语。乔叟、莎士比亚和钦定版圣经是他的基石。俄语、东正教、帝国扩张与文学天才的3重锻造，从基辅罗斯的教会斯拉夫语到彼得大帝的世俗化改革，再到普希金开创的现代文学语言，最后被苏联机器强制推广到整个苏联空间。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俄语写下了人类文学史上最深邃的篇章，使俄语成为斯拉夫世界的通用语。这6种语言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语言从来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权力的产物。一个国家选择哪一种方言作为标准语，不是由语言学决定的，而是由谁掌握了军队、法庭、学校和国库决定的。一种语言要真正立起来，不仅要靠法令和枪炮，还要靠文学家手中的笔。伟大的作家把一种方言变成了文学，把文学变成了国魂。当您今天用 Bonjour, Hello, Guten、Tag Buongiorno 跟不同国家的人打招呼时，您听到的不仅仅是6种不同的声音，更是6个民族国家用几百年的铁血、法令、课本和屏幕敲打出来的一种认同。这6种语言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大国语言，不是因为它们天生优雅或精密，而是因为它们的背后站着法兰西的中央集权、普鲁士的铁血统一、英国的海上霸权、西班牙的殖民帝国、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以及那些拒绝用拉丁语或法语，而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写下不朽篇章的作家们。而此刻，在您看完这期视频的时候，地球某处的互联网上，正有无数人在使用其中一种语言，继续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感谢您跟随我们走完6大语言的标准化之旅。以语言为镜，可以见文明；以基因为鉴，可以知血脉。我是劳伦斯星辰，我们下期再见。